欢迎来到轻声慢读。在每一个安静的午后或是深夜，我在这里陪你一起在文字的温度里慢下来，寻找那些被时光掩埋的心灵花园。为什么一本写童年的书会让几代读者在读到最后一页时悄悄落泪？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是一部很多人读过却往往在长大后才真正读懂的小说，林海音先生的《城南旧事》。在这本书里，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没有跌宕起伏的悬疑情节，有的只是北京城南一条条安静的胡同，一阵阵远去的骆驼铃声，还有一个小女孩用最纯真最清澈的眼睛看着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的离开。等到翻过最后一页，我们才突然明白，原来这本书讲的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一件事，那就是成长。在正式走进那个名为城南的世界之前，我们先来简单认识一下这本书的作者林海音。林海音出生于1918年，祖籍台湾，童年却是在北京度过的。他的父亲在北京做生意，因此他从小生活在老北京的城南胡同里。那些胡同里的邻居、骆驼队、磨刀匠的吆喝声，还有四合院里的一草一木，都深深留在了他的记忆里。后来因为时代变迁，他离开北京，辗转来到台湾。多年以后，当他回望自己的童年时，那些城南的旧人旧事依然清晰得像昨天一样。于是在1960年代，他写下了这本书。这本书不是虚构的传奇，而是一段带着温度的童年回忆。书中的小女孩英子其实就是林海音童年的影子。也正因为如此，城南旧事读起来格外真实温柔，像一段被时间慢慢酿出来的记忆。如果你现在闭上眼睛，想象这样一幅画面：冬日的北平，灰白色的天空，一对骆驼从城外慢慢走进来，他们的脖子上挂着铜铃，铃声清脆，却在空旷的街道上回荡出一点寂寞。小女孩英子总喜欢站在家门口看骆驼，她看着骆驼咀嚼时安详的样子，心里充满了好奇。有一次，她问父亲，为什么骆驼脖子上要挂铃铛呢？父亲用大人的逻辑回答说，为了防狼，狼怕声音。但英子却觉得不是这样，她觉得那是骆驼在长长的荒凉的路上走得太孤单了，所以给自己挂一个铃铛，一边走一边给自己唱歌。你看，这就是城南旧事最动人的地方。同一个世界，大人看到的是现实与功利，而孩子看到的是想象与温柔。整本书就是用这样一双未被世俗打磨过的眼睛去看这个复杂，有时甚至有些残忍的世界。英子人生中第一个难忘的人是住在惠安馆里的女人秀珍。大人们都说她是个疯子，邻居们逼着她走，小孩子也被告诫不要靠近她。可英子却不害怕，在英子眼里，秀珍只是一个漂亮的姐姐。她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说话声音细细的轻轻的，总是坐在门口染红指甲。慢慢的，英子走进了秀珍的世界，她才知道秀珍并不是天生就疯，她一直在等一个人。很多年前，她和一个落魄的大学生相爱，后来爱人走了，留给她的只有一个叫小桂子的孩子。孩子被家里人扔了，爱人也音讯全无。从那以后，秀珍每天都在等，每天都在缝制一件给孩子穿的小衣服。别人说她疯了，是因为她执着于那个已经破碎的梦，但英子却觉得她只是太想念自己的孩子，她爱那个不辞而别的人。
后来英子认识了一个和她年纪相仿的小女孩，叫妞。妞儿长得很瘦弱，被养父母虐待，每天都要顶着寒风去练唱，唱不好就要挨打。英子把妞儿带到了秀珍面前，在那一刻，命运像一根突然被拉紧的弦，人们发现妞脖子后面竟然有一颗和秀珍女儿一模一样的亲戚，他们竟然真的是那对失散多年的母女。可是故事没有童话般的结局，在一个暴雨如注的夜晚，秀珍带着妞奔向火车站，想去找那个远在异乡的爱人。他们消失在了铁轨的尽头。英子后来大病一场，等她醒来，大人告诉她，秀珍和妞都不见了。英子问，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大人只是沉默。这是英子第一次明白，有些离别是没有后来的。那种清脆的染着红指甲的笑声，就这样被大雨冲刷得一干二净。英子搬家了，她想把灰安馆的影子留在旧胡同里，但她心底那份关于等待的酸楚却再也抹不掉了。英子搬到了新家，胡同里的生活依旧热闹。在一片荒废的草地里，英子遇到了一个奇怪的男人，他总是蹲在草丛里守着一个包裹。大人们说那是个贼，是个坏人，可英子却常常跑过去和他说话。男人告诉他，他有一个很聪明的弟弟，弟弟读书很好，将来一定会有出息。为了供弟弟上学，为了维持那个贫穷的家，他不得不去干那些见不得光的事。有一天，他看着英子，眼神里透着一种深沉的哀伤。他问英子，小妹妹，你长大以后一定要做个好人。英子却眨着眼睛反问他，那你是好人吗？男人愣住了，他苦笑了一下，没有回答。这一幕是全书最耐人寻味的一刻。在大人的世界里，黑白分明，好人和坏人中间有一道深沟，但在英子眼里，世界没有那么简单。他只知道这个大哥哥会给他讲故事，会为了弟弟的未来而焦虑，他也会笑，也会因为愧疚而低头。后来这个男人还是被警察抓走了。英子站在人群里，看着他被反绑着双手带走，周围的大人都在议论，在唾弃，在庆祝正义得到了伸张。只有英子觉得心里很难受。她难受不是因为她支持偷窃，而是因为她在那一刻看到了一份残破的责任感。她知道那个答应带她去看海的人再也回不来了。这也是成长的一部分吧。我们开始发现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的，每一个所谓的坏人背后或许都藏着一段无法言说的悲苦。随后蓝姨娘走进了英子的生活。蓝姨娘是个逃出来的姨太太，她时髦，爱笑，会抽烟，给那个沉闷的院子带来了一股不一样的风。英子看着母亲对蓝姨娘的防备，看着父亲对蓝姨娘的异样情感，她用孩子特有的机灵撮合了蓝姨娘和进步青年德仙叔。蓝姨娘最后跟着德仙叔走了，去寻找她的自由和新生。这一章的基调是轻盈的，像是风吹过槐树梢。他告诉英子，有些人离开是为了奔向更好的地方。但紧接着宋妈的离开却让这份轻盈变得沉重。宋妈是英子家的奶妈，她是个勤劳朴实的农村妇女。她在英子家辛苦工作多年，把所有的积蓄都寄回乡下。她心心念念着家里的儿子和女儿，那是她在苦难生活中唯一的精神寄托。然而命运是残酷的，她等来的消息是儿子多年前就掉进水里淹死了，女儿也被丈夫偷偷卖掉了。
当宋妈骑在毛驴上，蹄声哒哒，消失在白雪皑皑的路口时，英子的心像是缺了一角。宋妈带走的不仅是温暖的照顾，更是那个时代底层女性最无助的叹息。英子看着宋妈远去，她明白了，生活里有些伤口是永远无法愈合的。最后，英子迎来了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那是英子高小毕业的日子。她穿上干净的衣服，胸前别着一朵粉红色的夹竹桃，站在台上领奖，代表毕业生致辞。在那样的光荣时刻，她多希望父亲能坐在台下看着她，可是父亲没有来。父亲在医院里病得很重，回到家，英子看见院子里的夹竹桃开得正繁盛，那是父亲亲手栽种、亲手修剪的花。可此时，花瓣落了一地，像是在预示着什么。厨子老韩叹了口气，对他说：“大小姐，快去医院吧。”就在那一刻，12岁的英子忽然收起了所有的任性与天真。她在心里轻轻地说了一句话：“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很多读者读到这里时，都会突然眼眶湿润，因为我们都知道，成长往往不是漫长平稳地发生的，它常常是在某一个瞬间，当你突然失去了那个为你遮风挡雨的人，当你意识到必须由你来撑起这个家的时候，那一刻你就长大了。随着父亲的过世，英子的童年在大人们的一声声叹息中彻底画上了句号。全书的结尾，英子和家人准备离开北京，离开那个装满了他所有欢笑与泪水的城南。那些骆驼，那些胡同，那些曾经陪伴过他又一个个消失在时光里的人，都变成了他行李箱里沉甸甸的记忆。这就是城南旧事。表面上看，它只是一个女作家对童年的深情回望，但其实她写的是一件更宏大、更永恒的事情，那就是生命是一场接一场的告别。林海音先生在书中有一段非常精妙的描写，他说，每一个章节的结束都是一个人的离去。秀珍走了，男人走了，蓝姨娘走了，宋妈走了，最后父亲也走了。这就像是人生的减法，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时原本拥有一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学会了放手，学会了目送，学会了在逝去中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内心世界。林海音先生写这本书时已经离开了北京几十年，他写的时候心里一定有着深深的乡愁，那种乡愁不仅是对北京城的怀念，更是对那段回不去的纯真岁月的悼念。他说，看见骆驼的时候，我想起自己的童年，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就像在把自己幻想着的童年写下来。也许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城南，那里有小时候住过的老房子，有夏日午后那根花掉的冰棍，有一起疯跑后留下的伤疤，还有那些再也见不到的人。时间会带走很多东西，甚至会带走我们童年的模样，但那些被我们记住的瞬间，就像远方的骆驼铃声，它安静遥远，却会在我们感到疲惫，感到世界荒凉的时候，悄悄在心底响起。如果你今天觉得生活很累，觉得眼前的世界太快太复杂，不妨翻开城南旧事，或者在这个安静的声音里重新寻找一下那个失落已久的自己。在那个单纯的世界里，你可以和英子一起去看看海，去听听铃声，去为一朵落下的花而感伤。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你的聆听，也感谢你陪我一起漫步在
这一段城南旧梦里。在文字的温度里，愿你心里也始终有一座温柔的城南，那里花常开，人长在，童年的铃声永远悠扬。今天就是这样，也感谢你的订阅与支持，那我们下次再见。